你转得我头都快晕了。也不知道袁家子到底考了几品。放榜了！放榜了！放榜了，几品？1品。真的？这下袁家子总算是扬眉吐气了，当了女博士，以后入朝为官。我得好好给袁家子设计一顶3冠。他现在人在何处？已入东宫，正要册封呢。颍川忠义郎何氏5房次子何源，堪定本次恩科榜首，可入太学，封博士名，定品上1品。颍川何氏5房次子何源拜首。平身。谢殿下。且慢！敢问殿下，为何钦点何源为春考1甲博士？殿下可是为论河道兼修之难与解法这一题？太傅所言正是，这道题。天下考生兼引先帝文熙月考中兼修河道之法，以木桩与柳条兼顾河堤，但何源却提出竹笼卵石之法。何源，你来说。竹笼卵石，以竹编笼，装满卵石，沉于河道之内。竹笼的韧性和卵石的重量，既能稳固河岸，又可以适应水流的冲击，此乃以柔克刚之法。不问你，你一个世家子，怎会知解法？回殿下，是有一位罪人教授于我。罪人？何源今日也把他带来了，他叫柳昭林。罪人柳昭林，参见齐王。柳昭林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太傅本想让罪人死在大理寺，是萧世子救了我。我与太傅在书局相识，太傅说你想出头就得先学会低头。我只要替他伪造晋安王府的账目，构陷王府勾结外敌，他便会给我一个入仕的机会。罪人低头了，我欺骗了晋安王府从前的世子妃，从他的手上骗取了萧氏私信，在太傅安排的上河坊3巷，整整写了3个月，伪造出了一首足以以假乱真的字。可是后来，晋安王府案发，他便要杀人灭口。而这竹笼卵石是我在太傅的书房中看到的，10几年来，他一直在研究此法。晋安王府的罪状，的确是我指使柳昭林等人伪造，而老夫的确一直在钻研竹笼卵石。但你们可知道竹笼卵石之法的由来？当年安禄2世正是用竹笼卵石来兼修河道，而此法当年却被构陷，安禄蓄意破坏河道，勾结北秦，罪以叛国之名，以至于20几年来无人用过此法。若殿下承认这竹笼卵石之法，岂不是证明文熙帝是错的，而安禄2世乃冤案？大哥，竹笼卵石的模型。萧无业，你早知我与大哥研究此法。一切都准备好了。萧无业，难道你今日要为安禄2世翻案？这样一来，恐怕文熙帝后的身后之名就保不住了。太傅如何，过去如何，我不在乎。我在乎的是河道如何兼修，如何才能让天下百姓不再受水患之苦，尽快打通北境粮道。若他是对的，
就不该被埋没。谢家云，你可愿帮我一把？安陆叛国乃铁案，而这烛龙卵石之法，20几年无人用过，那该如何证明此法的真假对错呢？那就请今日在东宫内，让河源有一个证明的机会。臣逍遥参见殿下。罪臣逍遥参见殿下。自从河道塌方，臣夜夜不眠，幸得柳先生所授，在世子妃帮助下，至此烛龙卵石，还请殿下恩准一试。准，谢殿下。祖庄，注水。这笼中卵石，需选7分棱角，3分圆润者，自下而上呈漩涡状垒起。这第3枚便是关键。若是选用全圆者，水势便如溃军散影。成了，你们看，水流变慢了，房子没有倒。不知今日此情此景，可解太傅心结。殿下，今日若不教当年文帝之错，想必还会有更多百姓受水患之苦。今日，还请殿下明示。当年文帝为夺世家之权，借修渠一案构陷安陆2世通敌北秦，令大业陷入万劫不复的内乱。北秦趁机南下，践踏上京。此悲剧，正是文帝一手铸成，更是世家与寒门相争之祸。若不弃世家与寒门之分，不为安陆2世平反，上京悲剧必定重演。文熙帝后亦非神明。而天下不该只有世家与寒门之分，天下更不可系于一人之身。而你们心中那个犹如神主的文熙太子，其实他早已死在了南下健康途中。传古守谕，为安陆2世昭雪。凡有被诬之罪，一概洗除，收其遗孤，准其归籍，送入太学教养。同旨，削去逍遥一切官职，伐去岭南，解决粮道水患之难。臣鞠躬尽瘁，愿为大业，赐而后已。心愿已了，臣愿不罪。不罪，即不加罪。望太傅告老还乡，重开学院，潜心学问，永不论政事。
灵智。柳昭林与上河坊3相学子伪造字迹账簿，构陷靖安王府。念其起因乃世数不公，泥涂之法，广开一面，流徙800里。罪人领旨。殿下，世数不公，乃大业之痼疾，还请殿下把本色源设春考为常制，以正公平。准。